那单身的朋友们就想来老挝这边寻找爱情。今天身边有一个经验的，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对这个事有什么建议。我看评论区里边有很多人说你在老挝找老婆，你是做了个冤大头，帮别人建了房子。没有，这房子又不是我建的，装修是你搞的？装修是我搞的，是这样子的。我觉得人呢将心比心，因为我跟我老婆订婚，我老丈人是没要我彩礼的，就是老挝这边其实也要彩礼的。比如说前段时间这个他的表姐不是结婚了吗？也是给彩礼的。但是我来这边呢，他们家里是没要我彩礼，咱们将心比心，对吧？咱中国老爷们儿，咱不会差事儿，对不对？人家这么对我，我肯定要加倍的回报，是不是？因为有我的加入，他们家里会更好，这是我的初衷。他们如果说张口问我要钱要这要那的，那我肯定会带着月亮远远的走。但是他们就是开头就是这样子，彩礼也不要，说你们两个好就行了。包括前两天我买这沙发，包括订婚的费用，一开始是我出的，后面丈母娘又给了我500万。他们是说的，你们现在还没有买地，还没有盖房子，后面花钱的地方多着呢。哎呀，我觉得心里一暖。那么我花再多钱，那是我乐意，并不是他们去要的。很多人会误认为说啊，娶了一个老挝的老婆就是养全家。我觉得这个要看的啊，很多东西都是一些不良的媒体啊，他自己杜撰出来的。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是，他们家里三观比较正的。很多老粉儿都知道，我老丈人家里，不管是爷爷也好啊，丈母娘、老丈人，包括我大姨子，他们三观都是非常正的。所以说这块的话，都是我心甘情愿。我认为就是说哪里我自己看不下去了，我会潜移默化的会让他们去能够有稍微好一点的生活，这是我加入的意义，对不对？不可能说我加入他们这个家庭，日子会越来越差。还有一个就是我到他们这个村里来之后啊，刚才月亮也说了，村里面对中国的印象不是很好啊。说卖老婆啊，打老婆，但是通过我来这几个月的时间，这些村里人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，从本质上已经发生改变了。很多人说我老婆让我给她找一个像我这样的中国的老公，对不对？那我觉得这点是说明我已经做到成功了啊！我通过自己微薄的一个力量，能够改变他们这一个村对中国人的看法，说明这点是已经做对了。还有一个就是你不需要去考虑别人的这个眼光，日子是自己的，对不对？过好才是自己的日子，对吧？他们对我好，我能感受到就行了，这才是生活的本质。你没来老挝之前，中国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是在上海一家公司上班，服务行业，也算是管理层吧，手底下也管了有1000多人。年收入怎么样？年收入40个左右吧。你现在在老挝收入来源是哪一些？因为我刚来嘛，去年主要是刚玩啊，谈情说爱，也没有什么收入。现在呢，自己做点副业，帮一些同胞啊办理各种证件、签证啊，还有一些延期各方面的，赚点这个日常开销。然后呢，自己现在不是在做自媒体嘛，然后自媒体也有些收入，反正现在能正常的能养活自己，但是心里还是有落差的，还是要努力奋斗啊，能够给月亮一个家啊。现在还在努力奋斗的路上。做自媒体挣钱吗？自媒体，因为我现在粉丝量不多啊，开销也是比较大，仅仅能维持现在的生活。爷爷每天你看89岁啊，身体杠杠的，每天家里院子里打扫的干干净净的，这个沟里面也搞得干干净净的。爷爷是个干净的人。很多人说老挝不爱干净，这个还是家庭教育问题。比如说我媳妇儿月亮啊，可能卫生方面是达不到我们的要求的，她没有办法，家里就这么大的地方，也没有什么衣柜啊，只能找地方扔了放那里。所以说就是一些卫生的方面的话，真的是我们看不下去，这是真事。跟我在一起时间长了，会有一些改变的，我会去引导他们。今天月亮爸爸妈妈不在家吗？下地干活去了，早上一早就走了，带着干粮在地里。老丈人家的收入就是种了30多亩的这个水稻，然后呢自己还有一块专门种辣椒的地。去年那个辣椒生病了，死了很多，后面我又在国内又买了那个药，稍微能挽回一点损失。你还有这个技术啊？就是很多粉丝大哥懂得比我多。他会告诉我这个需要哪些东西，我就买了就完事儿了。其实我也不会种地。你当初来老挝的时候，没有想过会在这边定居吧？没有想过，就很多人说老挝的女孩子是非常非常愿意去中国生活的，其实大部分是不太愿意的。为什么我这么说啊？我们属于两国的结合，对不对？那他们的饮食习惯、语言的问题、气候的问题、交际圈的问题，这都需要他们适应。所以说没有这么简单。愿意去的呢，很多家庭比较贫困的，比如做这种吊脚楼的，10几个人住一个房间，那他们这种的话，想摆脱这种环境，他是愿意去的。中等家庭水平的话，是并不太愿意的。你看这样的房子很多啊，比比皆是。我不太愿意去拍这些，就是家庭比较困难的。像这种家庭在这个地方多不多？
普遍的。你看有新房子有几家，老丈人这个房子一装修完，很多人都说你老丈人是村里的首富。其实并不是啊，只是说我来了之后呢，稍微条件稍微好一些了。如果我没来的话，可能这个房子还要再等个1、2年才能装修，因为这边的收入水平太低了，他没有一个赚钱的谋生的手段，只能是赶奶牛、种点地，其他也没有打工的渠道。你说他上哪里去有更多的收入呢？对吧？昨天我开车拉了一套沙发回来，村里的人都在门口看着呢。哎呀，很羡慕，说阿弟又买了什么东西？一看是沙发，哇，就是竖大拇指，很羡慕啊。他们很羡慕。他们这里没人用沙发吗？没有，沙发算他们是奢侈品，很贵啊。就是你来这边以后，你跟你丈母娘家创造了很多全村第一。是第一个用煤气的，第一个用沙发的，热水器村里面基本上也没有人用，反正很多啊。村里面的女孩子也是第一个嫁给中国的。所以也有，之前有一个3、4年前了，村里面有一个女的嫁给一个中国人，已经失去4年的联系了，就是联系不上了。所以说他们就很害怕，说嫁给中国人是不是把老婆给卖了？这个谣言就出来了。到现在为止没联系上。所以说我来的时候，他们家里人是对我有一种这个审视的怀疑。还好我通过几个月的时间，打消了他们对我的顾虑。村里面已经发生了这种事了，作为一个中国女婿，压力会不会很大？那肯定会很大。首先一个我自己的想法是如何去让他们接受，这是第一步。第二步，我如何去让改变他们对我们中国人的看法，这个需要我实打实的去付出行动的，用实际告诉他们，咱们中国人是靠谱的。这大半年的这种努力，现在已经很多人都说，哎呀，要找一个像阿迪一样的老公，说明我已经成功了。有没有想过去狼堡拉邦？狼堡拉邦是个不错的选择，最起码我去了，我要是哪天吃不上饭了，你在那里我就不害怕了。现在很多中国的单身男性想来老挝这边寻找自己的爱情，对于这一块，你作为一个过来人，有什么好的建议给他们没有？给大家的建议啊，就是首先啊，自己的形象一定要注意，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、利利索索的，这是外在的，是非常重要的。第二点呢，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多的优越感，认为老挝这边很穷啊，你就在他们面前跟装大爷似的，这样的不行啊，就是一定要平等对待，你要尊重对方，这是2个人相处的一个基础。如果你在这边有事业，成功率会更高一点，因为会给他们一种安全感，告诉他你长期在这边生活，这是我在这边待了将近1年多了一个切身的感受啊。我们2个属于难兄难弟那一种，我们是差不多时间进的老挝，来了老挝以后，不断的受伤加受伤。他收获了爱情，然后同时也收获了事业，我还在刚刚起步。这些都是摔伤，你看到吗？这是在风沙里到乌斗姆赛的路上摔的，养了1个月。第2次更狠啊，川矿到塞松本的路上摔的，我这个骨头现在是凸出来的，到现在为止还没好。我现在不能干体力活，所以说到他家里我啥活不干。这个摔伤了还能吃上软饭。